欢迎回来。美国众议院在2月11号这一天呢，有一个重要的决议啊，就是以219票对上211票通过了一个决议，撤销川普对加拿大所寄出的关税措施。而且很罕见的是呢，媒体也报道了，这当中呢有多位的共和党议员是倒戈的，直接打脸了川普对加拿大的关税政策。而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哈。1年前，加拿大才说中国大陆是最大的安全威胁，但是最近看到情势似乎转变了。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加拿大总理 Carney 呢，他决定放宽对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关税，而且呢，跟中方要谈农产品互相关税，甚至传出要和中方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啊合资设厂。川普呢，则是对加拿大寄出100%的关税，因为听到这样的消息，他非常的不开心啊，也威胁说呢要封锁像是哥地豪国际大桥，那甚至也传出评估，这个很重要，就是说退出美墨加协定，因为这个协议呢马上就要到期了，那打算呢用各种胁迫的手段逼加拿大回到谈判桌。事实上，其实在加拿大这边啊，经济、国防、能源其实都是高度的依赖美国的。那美国更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加拿大有超过70%的出口都是销往美国。可是这次态度突然会大转弯呢？外界的解读并不是说加拿大就因此轻中了，而是在避险啊，就是去风险化。那因为呢，当华府的政策变成了交易型的勒索啊，使得渥太华这边呢也只能够寻求平衡。大使，您觉得 USMCA 啊，就是这个美墨加协议啊，现在当然讲是这样讲啦，它真的会退群吗？这退群之后产生的冲击跟效应会是如何？它是威胁啦，做起来会很多困难。你看这次美国众院推翻川普的这个他的这个关税政策啊，那就显示出，就是说，跟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之间，美国有很多受利的州，跟美国受利的这些团体，这些产业团体。对，那美国的这些众议院的代表，它都代表州的利益啊，都代表这些产业团体啊。那这些团体，你把它这些跟加拿大的你跟这个贸易关系，你给它切了以后，美国这边的相关的这些代理也好，或者甚至投资方也好。他的利益就受损了，因为这个加拿大的70%的东西都外销到美国，那美国也承受很多加拿大的货品，所以不是那么简单。那同样的加拿大例子可以用到墨西哥的例子上来。那比如说，美国可能你在你在 Texas 你感觉不到美国跟加拿大关系，可你如果在 North Dakota、South Dakota， 还有你在 Washington， 你在这一些还有 Maine， 还有这些州的话，那你这个加拿大的关系就跟你非常密切啊。你要知道，我以前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牛只啊，它要屠宰的时候啊，从 North Dakota 它有一段路要进到加拿大境内，然后它从加拿大那个他们有一个增肥减肥的一个牛只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程哦，有一部分要走到加拿大境内再走回来，那所以甚至美国很多、加拿大很多，他们的牲口要到美国的这边来屠宰，所以美国屠宰场开那么大，它加拿大的牛可能占1半，那还有美国的牛从加拿大走回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去了解细节。那你川普这样一砍的话，那整个它这个畜牧的跟它肉产品的产业链就被切断，所以这是一种极限施压的一个，又是来施压了。所以你 North Dakota 那个众议员一定会出来反对的，他的当地的经济会受损，不是只有你加拿大受损。那其他方面，你说加拿大的木材那个进来，美国的这些相关的不管你造纸业或者什么相关的木材的这些消费，那在美国消费的话，不是加拿大自己，加拿大只提供原料啊，在做下游加工的都是美国商人啊。对，那你一下把美国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木材把它砍掉，把它弄掉，那美国这边有多少人受损害？那另外一个更不要讲，美国听说60%的原油进口原油都是加拿大的对，所以这个里面这个产业链不是那么容易切断的。对，所以我认为川普说要把美墨加协定我觉得他要把它做成重修是可能啦。可是呢，如果说要把它就是一下把它怎么讲，把它废除的话，那可能在美国境内的受害者也是
也是成千上万不是只有加拿大众议院的这些国议员脑袋是很清楚的，因为这跟自己的利益是有关的这个万一到时候因为利益就牵涉到自己的选票，我能不能够继续连任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但是刚刚也特别提到说，加拿大的总理 Carney 在达沃斯论坛，他特别提到中等国家必须要团结起来这个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可是呢，你团结起来就不一样了。所以当加拿大强调说我不是亲中，而是避险，他一旦有这个逻辑出现的时候，会不会其他国家现在也在看加拿大怎么去跟美国之间在谈这个部分这接下来的效应会是如何？其实我觉得国际上也没有什么骨牌效应基本上就是各自看自己的利益你美国现在出手，你川普政府出手是每个都砍人家的利益把人家在你美国市场的份额都给他减缩了，那你欧洲也被减缩了，对。而且你又这么强个人主观意愿，对，卡尼你看他不顺眼，你就把那个桥也不准他过了，对不对？前2天我们才听说，他跟那个瑞士的那个轮值总统讲电话不带投机，给人家增加了10%的关税，这么，你说这么样子，就是说很 random， 很这种情绪化的一个决策者，他不晓得他影响多大，那大家当然就要避险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你看中国大陆从年初开始这么多欧洲的领袖去，其实他们是在找他们在美国市场失去的，找到另外市场来弥补而已确实，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美国继续把他的这个所谓的给人家的在美国市场的利益把它切断的时候，人家就会自动去找别的市场。因为你将心比心，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话，你面对到一个长期来说你依赖而且是这么大出口量的一个盟友也好，伙伴也好，他突然说变就变的，你不避险才有鬼的。OK， 所以美加关系现在当然这个外媒分析是面临3层的结构性冲突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第一层是传统贸易冲突第二层是这个供应链跟产业政策之间的竞争，第3层呢则是地缘政治的竞争。好，另外呢中加合作呢。这个部分呢，也大家在看到是说，北美供应链会产生3层的冲击包括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贸易成本会上升，制造业呢利润会压缩，另外呢供应链会绕道到中国大陆，所以现在加拿大逐步降低对美的依赖原先超过70%，可是卡尼已经说了，他必须要调整这个应该是大势所趋了吧？我们从顶层一直往下面到民生开始讲今天并不是加拿大主动的说我要调整，是美国说你要变成我的51州，你这个州长先生要努力来配合我。所以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大势呢，对于加拿大来讲，因为美加墨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结合。大家可能记得原来的那个 NAFTA 北美的那个条约的时候，美国人是反对的，觉得我们让利给加拿大跟墨西哥太多了，然后非常非常强大的这种政治压力之下，那还是在一个大一统的北美洲的那个梦想里头做的。那在川普上去以后，就变成美加墨已经比较局限了。可是现在变成说我都听了你的了，以前的说不要好，那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听了你的以后，尊重你的。福音你的游戏规则还是不保证安全，还是可能忽然变化，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说他要退美加墨，可能比他说的退其他的都更为严重。对，以前所退的伊朗核协定那是那个奥巴马定的嘛，他要退的其他的联合国的那些其他的组织呢，也都跟他没有关系，是别人定的。可是美加墨，可是他已经调过一次的。所以你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我跟着你走没有安全保障，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做多重的连结，这样呢，无论是安全和经济发展上，我才有一条路走。否则我安全跟经济发展就没有路了，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你这大国嘛，就是上国要叫我们说什么就做什么，就完全又回到春秋战国了那么春秋战国时候还没有上国，现在正在看太平年，就回到了那个太平年里面那个中原的天子叫其他的藩属合纵连横一样。所以这对于加拿大来讲就是逼反的，然后他非要在这个时候为自己找到一条安全跟经济上面的出路。那这个中间呢，它不是完全没有排。别人说，哎呀，加拿大跟美国的交易占加拿大出口的75%，看起来它没有排。可是你别忘了，双边的贸易不是一边得利的。加拿大卖了75%，那美国买了那些产品的那些东西，汽车、钢、铝，刚才讲了农产品、畜牧业，对，还有我们以前讲的各种，还有什么药材啊，这人民是跑到加拿大去买药的就是这些各样的东西，农产品、乳制品。
畜牧产品，这些从加拿大进口来的，还有双边因为供应链的关系非常紧密，来来去去的这些的贸易中间呢，都不是一方得利，是两方得利。今天没有加拿大进来的原油，北边的那些炼油厂跟精炼厂，他们要从哪里去找到它替代的来源呢 ？Sweet crude 就是甜油可以在美国有，可是酸油呢就得去委内瑞拉远远的运来，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改变它的产业结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当然美国作为说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可能有一种幻想，说我可以决定所有的游戏规则，但是当你逼你的最近的盟邦逼到了一个绝路的时候，他一定也要想办法逃逸出你的影响圈。那这个不是今天的贸易，不是今天的产业结构，还有川普念兹在兹的北极圈呢。今天你如果美国跟加拿大关系好，他从美国经过加拿大就进北极；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得去阿拉斯加跟格陵兰。你就得在两边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美国来讲，这一把交易一定是一个两面刃，这是绝对的情况。对，所以现在川普这样子放狠话，那我们就先听一听，因为呢，他真的实际上要做，他要怎么做？像大使刚刚也提到哈，这不是那么容易一件事情。他现在讲说他要评估嘛，说要退出自己所主导的美墨加协定哈。可是呢 ，Bloomberg 画面上面我们提供给大家，他们就分析说呢，这凸显出什么呢？凸显出川普不善于遵守协议。啊，这1年多，他已经让全球都知道了，他真的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而且真的是不会遵守自己承诺的。OK， 然后呢，他也为了美墨加的这个贸易啊投下了震撼弹，让北美的经贸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能怪加拿大吗？怪加拿大，我觉得川普会继续怪加拿大，不管加拿大说什么做什么，他已经决定了，他真的不喜欢加拿大，本来不喜欢 Trudeau。现在换成不希望 Carney， 这个不会有变化，所以将来他剩下的3年的时间，他还是会一直批评加拿大，不管这个美墨加协定将来如何调整、重新写等等，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会针对加拿大有特别的意见。那你觉得接下来这个到期之后的美墨加协议啊，会朝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你说美加墨这个可能会大幅的调整，但是墨西哥跟加拿大是没办法，美国要调整、重新写等等，不得不答应美国了，因为他们还是要依赖美国这个市场，这个是他们两国是不能避免的。川普也知道这件事情，对，所以川普在这个 negotiation 当中，我觉得川普他的地位还是比较强。那墨西哥跟加拿大是不得不答应他了。对，所以问题就回到了川普自己，他和他的团队在未来怎么去做这些决定、这些决策。像刚刚倩也提到，这是把两面刃哦，你在不断去放狠话的同时，你也必须想到，接下来如果伤到美国，到底程度会有多少？这也是必须要先做评估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